们大家好啊！这个货我终于收到了啊！我收到第一时间就来给大家拍摄测试片的内容，没有那些拆坏了又返厂的说法啊！大家不要信谣言，因为咱们的视频不增首发，所以咱们的视频必须要测得详细，拆解我们也要拆得详细。我相信这一个酷耐克30 Ultra 这个充电站拆解片比测试片更加精彩。喜欢我这种硬核车载内容的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！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这一个酷耐克30 Ultra 桌面充电站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充电站的外包装，经典的酷耐克黑色，酷耐克30号超级电能站 Ultra， 蓝色的经典酷耐克元素，300瓦的功率标识，30号 Ultra 充电站的实拍图片，侧面是产品的特色信息，大屏显示300瓦 Max DC 接口5路输出。我们直接打开包装，天梯盖的盒子打开，充电站本体底座一个，非常的扎实，很成熟。底下是配件，一本用户指南，经典的酷耐克6安 CC 线直流电源线，梅花接头的220伏交流输入线。充电站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，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，大家买来的时候千万要看一下。表面贴有保护膜，屏幕一样的贴有保护膜，底座的设计小倾角的设计，上面有酷耐克30的标识，做工很扎实，旁边有斜纹处理，底部是硅胶的防滑垫，这里做了一个挡口，防止充电站往后面滑。整体放上去，两个重合在一起就是这个样子。整个充电站连所有的包装一起的重量是1492克，也就是 1.5 公斤啊。充电站连所有的配件一起的重量是1141克 ，DC 线49克，6安 CC 线的重量还是41克啊。交流的梅花电源线148克，底座的重量268克，半斤哦。充电站本体的重量631克，充电站的厚度是43毫米，宽度为108毫米，前后的深度为85毫米。表面30 Ultra 的标识，模式切换按键，显示屏按键。正面有4个充电口，2个蓝色的大功率充电口，2个黑色的小功率充电口。这里有一个腰线，酷耐克30的 logo 印在上面。正面则用蓝色的线条勾勒出酷耐克的经典元素。底部2个硅胶条，这是做防滑用的。整体的结构，半面灰色的，半面黑色的，其中黑色的部分有条纹纹理的设计。侧边 DC 孔，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内部的镀金的触点。背面是规格信息，梅花的交流输入插座。这样放在桌面上，颜值是很高的。外观简单的看了一下，就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30 Ultra 的规格信息。酷耐克30号超级电能站 Ultra 充电器，产品的型号是 TA3005U， 制造商南京酷耐克，输入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，单口输出模式 ，DC 口输出最高功率是300瓦 ，C1 口输出最高功率28伏5安140瓦 ，C2 口输出最高功率也是140瓦 ，Type C 3口输出最高功率是11伏4安44瓦 ，A 口输出的最高功率是22.5瓦。这个充电站的总功率设定在300瓦，多口功率分配我们后面再测试。然后这上面是认证信息，循环10年，非热带地区使用，小于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，3C 认证，室内使用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开机进行中英文选择，单充电口输出功率显示，电压电流显示，温度显示，总功率显示。这里是切换输出模式，按键的主要的功能还需要大家到手后自己摸索一下。充电口还具备线缆识别功能。这个是 Type C 1口检测到的协议情况，有高通 QC 3加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至12伏 ，PD 3.1 140瓦，小米的100瓦协议 ，PD 3.1 点进去，固定档位是6个，最高是28伏5安140瓦 ，PPS 档位有2个，一个5至11伏的6安，一个5至20伏的6安，2个6安的 PPS 啊，这个非常不错了。然后 DCP 和 Apple 2.4 2个基础协议。Type C 2口检测出来的协议跟 Type C 1口一模一样的。这个是 Type C 3口识别到的充电协议的情况，跟前面2个不一样，它有 UFCS 44瓦的协议，然后 QC 3加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至12伏 ，PD 3.0 30瓦 ，PPS QC 4加 ，PD 3.0 固定档位4个，最高15伏2安30瓦，然后 PPS 5至11伏3安33瓦的一个 PPS，DCP 和 Apple 2.4 2个基础功率。这是充电站 A 口协议支持的情况
QC3加的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至12伏，华为 FCP 的最高18瓦功率，华为 SCP 的最高22瓦功率，三星 AFC 最高24瓦功率，联发科的 P1 加和 P1 加 2.0， 后面2个就是 DCP Apple 2.4， 2个基础功率。这种做法是对的。华为 SCP 最高就是个22.5瓦，不会放在3个 C 口去影响大功率的识别。像这种协议配置的方法，在合规的情况下，可以兼容非常多的设备充电。快充兼容性好不好？我测试给大家看，大家就知道了。首先是荣耀300 Type-C 一口启动100瓦快充，最高功率跑到60多瓦。充电站自带的功率显示和这仪表显示，除去线损，它的功率显示还是非常准的啊。因为这个1.5米长的线损，它有几瓦的功率。现在我们来看 Type-C 2口，同样是显示 Max 100瓦的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同样的可以跑到60瓦左右。我们再来看 Type-C 3口，显示的是超级快充，最高功率可以跑到24瓦左右。这个是启动的 PBS 33瓦的功率。A 口我们就不测试了，因为它就是最高的一个22.5瓦的协议。关于华为手机的话，因为本身华为它公开的协议只有个22.5瓦，在合规不侵权的情况下，能支持到24瓦左右的功率，对于华为手机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功率。蓝厂的设备充电测试，我们用这一个 iQOO 的 Z9 Travel。首先我们来看 Type-C 一口 PBS 快充已经启动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42.3瓦啊。我们再来看 Type-C 2口，同样的启动 PBS 快充，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42瓦左右。我们再看 Type-C 3口，启动的是 UFCS 融合快充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34瓦左右的满功率，很不错了啊。绿厂的设备我们用这一个真我13 Pro 24年下半年以后的产品。首先我们看 Type-C 一口，启动的是 PBS 快充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5瓦左右，因为它本身就只支持33瓦的 PBS。我们再看 Type-C 2口，同样的是启动的 PBS 快充，功率也是25瓦左右。我们再看 Type-C 3口，直接启动 UFCS 33瓦的功率，起始功率26、7瓦。如果是24年上半年以前的，它仅支持 UFCS， 大家就用 Type-C 3口就可以了。24年下半年以后的3个充电口随便用啊。三星手机的兼容性测试，我们还是用这个乐透10加。首先是 Type-C 一口，可以启动超快充电 2.0， 只要能启动超快充电 2.0， 它的功率都是很高的啊。因为我这款三星是老款的三星。我们看 C 2口，一样的超快充电 2.0 啊。我们再来看 C 3口，C 3口显示的超快充电，这个就是走的三星的 AFC 了。A 口的话也是差不多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采集这一个充电站它的实际手机充电的数据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效果怎么样。首先我们用荣耀300来采集它的 PBS 100瓦的充电数据，目前这台手机的电量还有 3%。 这个荣耀300充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最高的峰值功率70瓦的功率啊，持续了30秒，后面降到60瓦左右的功率，持续了1分半钟，然后再降到52瓦的功率，又是30秒，再降到42瓦的功率，充了20秒，然后功率直接下探了啊，再次涨到42瓦，20秒，后面就是33瓦左右的功率，持续了10分钟时间，30瓦左右的功率持续了13分钟，然后就是27瓦的功率，充了几分钟就充到 90%，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这个手机从 3% 的电充到100的电，一共花了42分钟，这就是 PBS 充电的效果。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啊，充手机的话根本就考验不出这个300瓦充电站的温度啊，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，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27度左右。酷泰科属于米家生态链的企业，它对米家的手机支持肯定是100%的。这部手机为红米 K70 的至尊版，目前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直接充电采集它的120瓦充电数据。这个红米的 K70 充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。前面大概2分半钟是5伏的基础功率，因为那个手机还没开机，然后充开机以后，功率直接攀升到90瓦，持续大概几秒钟时间，马上又降下来了，然后又再次攀升功率，攀升到97瓦的最高功率，持续了1分半钟，然后就逐渐的呈坡形的一直下降功率，下降到16分钟的时候，我后面算了一下，这个后面的平均功率大概也就是33瓦。这是一个完整的充电曲线，从0到100，一共花了36分钟时间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的温度吧，最高温度是37度，还是对它没有考验啊。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7、8度的样子，想要这个充电器发热的话，我估计只有拉300瓦的功率啊。这一部手机为绿厂的真我13 Pro， 我们用它来采集 UFCS 融合快充的充电曲线图。
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11%，这个绿厂的手机已经充到97%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这个融合快充整体的大致的曲线的话，为一个逐渐上升的模式，但是在18分钟的时候，后面就出现了功率波动，19瓦到30瓦之间波动啊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咱们只负责把曲线图给大家画出来。起始功率是23瓦，充到开始波动的时候变成28瓦功率，充到80%就逐渐的下降功率，充到95%它就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再进行充电。从11%的电充到95%的电，一共花了52分钟时间。这个充电温度的话也不是很高，最高温度39.2度，我们室内的温度28度左右。这部手机为16 Pro Max， 目前电量还有20%，我们直接采集它的充电数据。这个手机的电量已经充到81个电了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。标准的苹果充电曲线图，4个阶段，充电的电压为15伏的电压，一直在充电。第一个阶段为最高的峰值，尖峰功率达到33瓦，28.9瓦的功率，一共持续了大概7分钟时间，下探到21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大概9分钟时间。第三个阶段是15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大概7分钟，然后再下降到8.5瓦的功率，充了几分钟就充到80%，将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。这个功率的话，对于这个充电站来说，根本就是没有考验啊。最高温度也就是32度左右。测试的时候，我们室内的温度26度左右。我们现在就是对它进行烤机测试，这样才能够测出它的真实的温度表现。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它最高能拉到多少瓦的功率进行保护。负载仪设定的 15.8， 这个万用表显示的是 15.7。我们加一下电流，看什么时候进入保护。再加一下，再加一下，再加一下。大家看这个充电站的仪表显示啊，现在是336瓦的功率，负载仪是 16.4 安的电流，万用表显示的 16.2 安的电流。我们再加一点，还没保护，我们直接再加。我现在加到 17.5 安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已经显示了过流保护。负载仪我已经拉到 17.5 安，这个充电器才进行过流保护，真实的功率已经拉到350多瓦了啊！这个输出能力非常的强悍。咱们烤机测试，把这个 DC 直流的烤机跟 PD 协议的大功率烤机我们分开做，这样才能考验出这一个30 Ultra 的真实水平。用这个定时器来计算时间。首先我们直接拉它的300瓦的功率，现在这个30 Ultra 已经运行了30多分钟了啊！大家看小窗口，负载仪我设置的是15安的电流，充电站它输出是312瓦，电流表我们截图下来的曲线图，输出非常的平直，监测到是 14.78 安的电流，一直很稳定的在输出。表面温度这个时候最高的时候 57.3 度，充电口温度 68.6 度，现在已经运行了1个小时09分钟左右了啊！大家看一下小窗口，负载仪还是一样的15安的电流在拉载，30 Ultra 输出功率315瓦，很稳定。电流表15安左右啊，比刚才要略微升高了一点点。电流表曲线图还是非常的平直。在我说话的时候已经过温保护了啊，停止了输出，大概是1小时09分钟。我说着说着它就停了。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表面温度为 71.6 度，充电口内部的温度为 87.3 度，启动了过温保护。这个也非常的巧合啊，我刚好过来录这一点点，它就停了。现在是这个30 Ultra 200瓦烤机的一个状况啊。大家先看这个直流曲线图，非常平直，一直运行了2个小时08分钟，没有任何降功率、降电流的情况。这个时间是足足的。小窗口上面，负载仪定的是10安的电流，30 Ultra 实际输出是200几瓦的功率。这一次200瓦输出，它的表面温度最高是 61.8 度，充电口温度为 72.1 度。这个充电站的散热能力也是非常强悍的。这次200瓦测试，我们室温大概是27、8度的样子。我这2项 DC 直流烤机测试，就是为了验证它的 DC 直流的输出水平。300瓦输出1个小时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这样测试比拿笔记本来测试考验更加的苛刻。这个应付最大功率300瓦的笔记本，它也是毫无压力的，因为笔记本它是动态负载。这1个小时的300瓦输出能力，足以证明一切了吧？还有就是普通笔记本配置稍微低一点的200瓦功率的笔记本，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已经2小时18分钟了。我这个测试就是为了验证这个笔记本的供电能力。
这个30 Ultra 它的 DC 直流输出文波的情况，我们测试100瓦、200瓦和300瓦，分别测试一下。现在是20伏5安100瓦的输出功率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万用表显示的是5安的电流输出，也就是100瓦功率啊。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19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75.5 毫伏左右。现在是20伏10安200瓦的功率啊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12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94.5 毫伏左右。现在是20伏15安300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32.96， 也就是133毫伏，平均文波 116.6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这一个30 Ultra AC-DC 的转换效率的情况。首先是110伏60赫兹的状态，插电的瞬间浪涌功耗是9瓦，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，这个平均的待机功耗大约是 0.88 瓦。20伏5安100瓦功率，110伏输出107瓦，这边直流就是5安，也就是100瓦啊。这样折算下来，它的转换效率为 93%。现在是20伏10安200瓦功率啊，110伏输出211.9，也就是212瓦吧。这边直流就是10安的电流，200瓦功率，折算转换效率 94%。现在是300瓦功率啊，大家看电流15安，110伏输出318瓦，这边直流输出就是300瓦。这样折算下来，它的转换效率也是 94%， 功率因数是 0.99， 这个功率因数一直都是很高的啊。现在是220伏50赫兹的状态，插电的瞬间浪涌功耗大约就是 2.5 瓦，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，它的平均待机功耗大约是 0.98 瓦，也相当于1瓦的待机功耗吧。20伏5安100瓦功率，220伏输出106瓦，这边就是5安的电流100瓦整，折算转换效率 94%。20伏10安200瓦功率，220伏输出208.9，也就是209瓦，这边直流就是200瓦吧，折算转换效率 96%， 非常高哦。现在是最高功率了300瓦，大家看电流表15安，220伏输出312.7，也就是313瓦，这边就是15安300瓦整，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96%， 功率因数值 0.985， 这个转换效率也没谁了啊，非常高的转换效率啊。这个测试的就是 AC-DC 的转换效率。借着这一个充电站，我刚好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转换效率的情况。所有的手机电源适配器，也就是充电器，它涉及到的转换效率是 AC-DC， 然后 DC 再杠 DC 2级转换效率。这个转换效率很难的做上去，而不像电脑电源，我们刚刚前面测试的就是 DC 输出，那种就是纯粹的 AC-DC 的效率，这个效率很容易的做得很高。我们现在做的测试就是测试这个2级转换效率的情况。线材我们改为低类组的短线材，尽量的把它的功率拉出来。待机功耗的话，刚刚已经测试了，我们不再重复了。现在是110伏15瓦功率，110伏输出18.3瓦。这边直流输出 14.6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0%， 27瓦功率，110伏输出 31.5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27.1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6%， 36瓦功率，110伏输出41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35.7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7%， 45瓦功率，110伏输出 50.6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44.7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8%， 65瓦功率，110伏输出 71.9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64.6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90%， 100瓦功率，110伏输出 108.5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98.8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91%， 140瓦功率，110伏输出 148.1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137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93%。双口200瓦输出的情况，一个 98.7 瓦，一个 98.4 瓦，总功率 197.1 瓦，210伏输出 214.9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92%。现在是总功率280瓦，实际功率是一个 136.6， 一个 137.1， 总功率 273.7 瓦，220伏输出 294.5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93%。这个转换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啊。现在是220伏状态，15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17.9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14.5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1%。27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31.5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26.97， 也就是27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6%。36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41.1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35.6 瓦，
折算转换效率 87%。45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50.6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44.6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8%。65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71.3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64.4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90%。100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107.4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98.3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92%。140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146.2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136.6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93%。现在是200瓦功率输出，一个 98.7 瓦，一个 98.4 瓦，总功率 197.1 瓦，220伏输出 212.5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93%。现在是双口280瓦的功率输出，这个充电口137瓦，这边是 136.6 瓦，总功率 273.6 瓦，220伏输出 290.7 瓦，这样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4%， 这个转换效率是很高的啊。前面咱们测试了 DC 直流输出的拉载测试，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PD 协议大功率拉载，拉它的280瓦和240瓦两种功率负载下它的温度表现，还有就是看看它的保护阈值是怎么样设定的。现在是双口140瓦，总功率280瓦大功率烤机的情况，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在1小时05分钟的时候 Type-C 2口出现了过流保护，把功率直接降为0，然后 Type-C 1口140瓦继续再输出。这个时候我用热像仪采集到它表面的温度为 65.3 度，充电口的温度最高的地方为 80.7 度，跟前面 DC 300瓦烤机是一样的，大约就是1小时0几分钟它就会断掉一个功率，尽量的不让机器的内部温度继续升高，这也是一种保护策略。满功率的拉载1小时0几分钟也是非常强悍的啊，应付 PD 协议的笔记本使用的话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还是那句话，笔记本是动态负载，我们是满功率负载，完全不一样的档次。这一次240瓦长时间的拉载测试，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同样是 C2 口啊，跟前面一样的，在1小时12分钟左右直接关断了输出。C1 口的140瓦还是继续的一直在运行，它没有停。这个时候我们用热像仪测到它的表面温度大概就是 65.4 度，充电口核心的温度为78摄氏度，充电口输出的时候它的最高过温阈值是设定在80度左右。但是这个1个多小时的大功率输出能力，应付笔记本动态负载更加是轻轻松松的。现在是双口100瓦输出，总功率200瓦功率，大家看充电曲线图，还是 C2 口啊，在1小时20分钟的时候，由于温度到了80度左右，直接关断了输出。Type-C 口100瓦功率一直在持续，这一次1小时20分钟最高温度跟前面一次是一模一样的，200瓦的大功率也有1小时20分钟的输出能力，这个应付2台100瓦的笔记本完全没有任何压力。前面做烤机测试的时候，咱们没有报我们室内的温度，大家注意看我温度计就可以了啊，因为我的温度计一直在桌面上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多口功率分配测试。首先就是我们把这个 DC 输出300瓦功率，然后再接入其他的设备，看能不能充电。大家看小双口，负载仪设定的是15安的电流，然后这个30 Ultra 输出功率是307瓦。我们再接一个充电宝，看看能不能充电啊，没有反应的。然后我们再看接小功率的充电口，它也是没有反应的。所以说 DC 满功率输出的时候，其他的充电口都是关断的。想要其他的充电口同时工作的话，咱们就要把 DC 输出的功率调小一点。大家看小双口，我已经把 DC 调整为输出240瓦功率，我们再插上 C1 口试一下啊。这时候 C1 口输出功率为65瓦，总功率300瓦，以此类推都是一样的。在总功率300瓦的情况下，大家自己设定那个 DC 的输出功率。我们现在来测试它的 C1 加 C2 口功率分配的情况，两个140瓦的充电口啊，我们肯定是要关断 DC 的输出，不然的话就会影响4个充电口的输出功率。Type-C 1口启动140瓦，我们再接上 Type-C 2口，接上的瞬间 Type-C 1口纹丝不动，我们拔掉 Type-C 2口，同样的 Type-C 1口纹丝不动，同样的情况下我们拔掉 Type-C 1口， Type-C 2口也是纹丝不动。我们再来看 C1 口加 C3 口的情况， Type-C 1口启动140瓦的功率，我们接上 Type-C 3口， Type-C 1口一样的是纹丝不动啊，拔下3口一样的它是不动的，没有断连。
C2 口加 C3 口的情况跟前面测试的 C1 口加 C3 口一模一样。我们再来看 C1 口加 A 口的情况啊，直接插上 A 口 ，Type C 1口纹丝不动啊。我们接上充电宝，同样的是纹丝不动的，不会断连。A 口走的是20瓦的功率 ，C2 口加 A 口跟 C1 口加 A 口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现在来看 C3 口加 A 口的情况。C3 口我们启动30瓦功率，接上 A 口，接上的瞬间 C3 口纹丝不动啊。A 口就启动20瓦的功率，两个总功率就是50瓦，证明这两个充电口应该也是相互独立的。我们现在来测试3口功率分配的情况 ，C1 和 C2 口我们启动总功率280瓦，我们再接上 C3 口，接上去 C2 口就会功率调整为20伏5安100瓦，然后这边分到30瓦的功率，我们拔掉 C3 口。C2 口就会调整功率，又变成100瓦，还是 PD 3.0， 它就回不到 PD 3.1 了，要重新拔插一下，它才可以再次启动28伏的 PD 3.1 的档位。C1 加 C2 加 A 口的情况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两个口启动140瓦的情况下，我们接上 A 口啊，这样的情况下，两个大功率的充电口纹丝不动 ，A 口但是走的是5伏的基础功率啊。我们再来看 C1 加 C3 加 A 口的情况。C1 口启动140瓦 ，C3 口启动30瓦，我们再接上 A 口，接上的瞬间，两个充电口都是纹丝不动 ，A 口还是走的5伏的基础功率。C2 加 C3 加 A 口跟刚刚测试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现在来看看4个充电口同时使用是什么样的情况。C1 口140瓦，接上 C2 口 ，C1 口不断连，我们再接上 C3 口 ，C2 口断连调整功率变成20伏5安100瓦，我们再来接入 A 口。A 口直接走的是5伏的基础功率啊，其他3个口纹丝不动，只是 C3 口插上去的时候 ，C2 口它会断连，重新启动变成100瓦功率。这个30 Ultra 的纹波表现会怎么样？我们拭目以待啊，会不会一如既往的酷待客？我们示波器的延时分辨率统一设定在1毫秒。首先是 Type C 1口纹波，15瓦功率，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 20.99， 也就是21毫伏，平均纹波在 16.7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最高纹波 30.5毫伏，平均纹波23毫伏左右。36瓦纹波，最高的时候 38.6毫伏，平均纹波28.4毫伏左右。45瓦纹波，最高的时候 45.6毫伏，平均纹波 34.6毫伏左右。65瓦纹波，最高的时候 55.3毫伏，平均纹波 35.3毫伏左右。100瓦纹波，最高的时候 62.986， 也就是63毫伏，平均纹波 38.2毫伏左右。现在是140瓦，纹波最高的时候 53.9毫伏，平均纹波 26.3毫伏左右。这个纹波有点抖动，我们把延时分辨率调高一点看一看。我们现在调到10毫秒，大概可以看到啊，纹波最高的时候还是58，没有进一步的增高啊。现在我们来测试 Type C 2口的纹波，15瓦功率，最高纹波 17.8毫伏，平均纹波 14.3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最高纹波 36.7毫伏，平均纹波 21.2毫伏左右。36瓦纹波，最高的时候 33.1毫伏，平均纹波24毫伏左右。45瓦纹波，最高的时候 39.5毫伏，平均纹波25.6毫伏左右。65瓦纹波，最高的时候 49.1毫伏，平均纹波29.3毫伏左右。100瓦纹波，最高的时候 55.7毫伏，平均纹波31.8毫伏左右。140瓦纹波还是有点抖动，我们把延时分辨率直接调到10毫秒。最高纹波55毫伏，平均纹波51.4毫伏左右。现在是 Type C 3口纹波的情况，15瓦纹波，最高 22.3毫伏，平均纹波 18.9毫伏左右。27瓦纹波，最高的时候 36.2毫伏，平均纹波 27.8毫伏左右。12伏档位30瓦纹波，最高 39.8毫伏，平均纹波 28.5毫伏左右。15伏档位30瓦功率，最高纹波 43.4毫伏，平均纹波 31.1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来测试 USB A 口纹波的情况，15瓦功率，最高纹波 31.1毫伏，平均纹波 27.5毫伏左右。18瓦功率的时候，最高纹波 40.3毫伏，平均纹波 31.4毫伏左右。12伏档位18瓦功率，纹波最高的时候 103.9毫伏，平均纹波 95.8毫伏左右。这一个30 Ultra 充电站经过近1周的全场景实测，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作为一款主打高功率输出与多设备兼容性的桌面旗舰，其性能、效率和易用性均达到了当前消费级充电类产品中的顶级水平。
首先是在核心的输出能力方面，它不仅稳定支持300瓦的满载输出超过1小时，在双口 PD 3.1 并发输出模式下，依然能保持280瓦以上的1个小时强劲的供电能力，展现出扎实的硬件设计与散热调教功底，而且在高压大电流下的转换效率表现同样优秀 ，AC-DC 效率分别达到93.6和95.3。甚至 AC-DC-DC 的2级转换效率也稳定在 88.9 和 89.3， 远超市面平均水平。它的协议兼容性方面，酷派克真的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平台快充全通吃。无论是小米的100瓦、荣耀100瓦，还是蓝厂100瓦快充协议，均可以成功握手，并实现实打实的高速充电，覆盖面相当广。用户交互体验上 ，IPS 高清屏幕功率显示，响应迅速，亮度充足，让用户操作与状态监控都变得直观易上手。多口输出场景其动态功率调度策略也做得相当稳健，几乎可以称得上不断电功率调节的优秀范本。关于文波控制方面 ，DC 口虽然没有达到极品的水准，但是150毫伏以下也是很优秀了。3个 C 口还是一如既往的极品文波。综合来看，酷派克30 Ultra 这款产品在性能释放、协议兼容、使用体验、能效水平4大维度几乎是全面开花，是当前桌面快充领域不可多得的旗舰产品之一。若你恰好有多设备充电管理的需求，或者对桌面整洁与充电效率有极致追求，它绝对值得列入你的选购清单。喜欢我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。测试不容易，拆解也不容易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